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佛经上曾记载过这么一段佛陀做梦的故事。佛陀过去世亲近普光如来时，曾经做过4次梦，一次梦见自己躺在大海上，一次梦见以须弥山当枕头，一次梦见众生都和自己合而为一，最后一次梦见自己一手直持太阳，另一手捧着月亮。虽然我们很难做到如佛陀这般伟大又寓意深刻的梦，但并不妨碍我们来了解自己梦中情景究竟有着怎么样的寓意。特别是对于学佛人来说，梦中梦到的有些场景，说不定是善神护法在提点你，也不一定。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梦中那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情景，以及这些梦生成的原因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说到做梦的原因，在佛教里，像大智度论、善见律、大毗婆娑论都曾提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梦。比如在毗婆娑论中记载，做梦的原因可以分为5种。第一种，体弱多病者容易做梦，4大不调，身体种种不顺的时候就容易做梦，比如梦到山崩、被盗贼追赶，或者梦到猛狮凶虎，甚至梦到自己翱行天空，不小心跌落凡尘。总之，病人所梦到的梦境大都是恐怖、惊惧、骇人听闻的情形。第二种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思维的梦大都和平常生活有关，诸如感情、情绪的不安，小至生活的细节，大至工作上的各种状况，都可能会夜入梦中。这种梦境常有男女感情、朋友交往，甚至争吵、激辩等情形发生。第三种，曾经有过的用来托梦，曾经发生的事已经历时很久了，会偶尔出现在梦中。譬如很久以前认识的某一个人，或过去做过的某一件事，吃过的一碗饭或一盘菜，平时根本未曾记忆，却忽然在某一个梦境中出现。我们平时的思想行为就像一粒种子，埋在我们的八识田中，成为一种经验习气，遇到这种思维运作的因缘，于是产生了梦。第四种，未来将发生，因为人的身体、心理和时空的关系密不可分，虽然有些事尚未发生，但是我们的生理、心理会有自然的感应，所以在梦中就先有预兆。例如梦见甲，第2天果然见到甲，一般所谓的托梦就是属于这种情况。第5种，想梦，举凡天下一切的梦境，不外是意念一想所成，无想则无因，无因则无梦。这种想梦有时是前世业因的作用，因此我们在梦中会梦见自己成为另一种自己，完全不熟悉、未曾经验过的身份。比如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，常年在外，家中的老母思念成疾，这种种的讯息会传达到这游子的梦境，一般说这是母子连心，这也是想梦的一种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做梦有2种成因，一种是自发性的，也就是自己的意念所引发而起的梦境，另一种是他发性的，受到外在环境、人、物的影响、刺激而产生的。至于做梦的原因，多半是个人心态所显示出来的景象，同时也可能是个人对现实环境的分别意念所引起。因此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过，梦是白天思想的延续，而佛教则认为，做梦是由于独头意识的作用而引起的。什么是独头意识呢？平时我们对世间万象的认识，是由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6根，随时招感外境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等6尘，加上眼识等6识的分别，才能够产生种种的认识作用。譬如眼睛认识了青红赤白各种颜色，长短方圆各种形状，耳朵认识了各种声音，鼻子认识了各种香臭味道，舌头认识了酸甜苦辣，身体认识了冷热软硬等各种触觉，而心则认识了一切万法。平时我们的心，也就是我们的意识，都是和其他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一起来认识和熟悉这个世界的。
心和眼睛在一起作用才可以看见，心和舌头一起感应才能尝出味道的甘苦。所以心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合起来的活动称作五具意识，意思是和这五种感官一起来分别这世间。而再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眼睛不看东西了，耳朵也不听声音了，身体也不再动作了，其他的五根都停止了运作，只有心仍旧独自起来活动，因此也被叫做独头意识。而梦境的产生就是由于这个独头意识的活动引起的。因此当我们白天有什么愿望或是希望无法实现，或是被压抑的情感无由发泄，又或者是平常某些心事不欲人知，这些都会借着晚间独头意识的活动而在梦中出现。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所谓梦就是潜意识的活动的道理所在。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件事都有一定的程序方案，但是梦却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则次第可言。梦中可以忽而上古，忽而现代，一下子这里，一下子那里，纯粹是一种胡思乱想，完全不连贯的自由意识的运作。不过有人可能会疑惑，梦明明很灵验啊，梦见自己病了就真的生病了。其实这不是梦真的灵验，而是人生理的一种反应，可以看作是梦对生理的一种暗示。比方说循环系统有了毛病，血液流通不顺畅了，自己还未感觉到病的征兆，这时候生理上便有了直觉感应，就会通过梦境来发出预示。而这种人往往在晚上就会梦见浩浩荡荡的河水，滔滔不绝的江流，这是因为循环系统与流水有关。如果是身体出现状况，开始发热了，但还没有生病的迹象，这时候生理的反应也会透过梦境发出一系列的警告。例如梦见房子失火被烧了，如果是血压高的人则会梦见自己往上飞翔，如果是血压低的人则会梦见自己越往下跌。如果在梦中梦见白色，那么则表示得了肺病，梦见黑色则表示得了心脏病，梦见青蓝则表示肝脏出现了问题。那么是不是绝对都是如此呢？见仁见智，也没有必然的定论，梦只是给我们一种防患未然的警惕而已。而在宣化上人看来，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开悟之前，其实都是在做梦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宣化上人对于梦的开示。梦本来是一种虚妄的妄想所现的，可是也有真的，所以梦有很多种梦，有的是虚妄的梦，有的是真实的梦，有的是预先鬼神来启示你的梦。所以这个梦你也可以说它是假的，也可以说它是真的。可是不管假的梦或者真的梦，或者预先的灵感，这都没什么凭借，你抓也抓不着，你想再看也看不见。这个梦有一些是由你白天所遭所遇的，晚间就有了这个梦了；一些是你想到的，有的你也没有想过，也没有遇见过，突然就梦见这种境界了，还很灵验的都变成事实，这可以说是真梦。虽然是真梦，也是取不得，舍不得，你拿也拿不掉，你想把它送走也送不走。还有一种是预先的灵感，在事情还没有来之前，或者1年之前，或者1个月之前，或者1个礼拜之前，你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遇着什么境界，遇着什么人，都做一些个什么事儿，到时候它果然就是那样子，这是预先的灵感的梦。这种灵感多数也是从前生跟着来的，因为前生你修行，有一些个护法善神来帮助你，所以什么事情就给你一个灵感，令你有所觉悟。譬如你本来是个在家人，你做梦梦见出家了，甚至于穿着黄袍搭着祖衣，俨然就是个大善之时。你做这样的梦，你也不是个出家人，怎么会做梦梦到自己出家呢？这或许是因为你前生是个出家人，但是今生迷了，于是这些护法善神便通过梦中的情景来默默指示你，点醒你，叫你明白，原来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所以要能继续再发菩提心修道，其他种种的事情都可以以此类推。可是在梦里头，我们做梦知道是虚妄的，那么我们没做梦之前是不是就是醒着的呢？
其实我们人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没有开悟之前，都是在做梦呢。可是告诉你说你在做梦，有些人是不会相信的。这怎么可能在做梦呢？我这个车是最名贵的，我坐到这个车上很舒服。我那个飞机可以飞那么高，这怎么叫做梦？这都是事实啊。我那房子那么漂亮，我家庭那么圆满，用什么有什么，这怎么是算做梦呢？你如果不做梦，你要真醒着的，你前生的事情你怎么不记得了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有前生吗？你不相信有前生，那你信不信有昨天呢？如果相信的话，那么昨天的事情你是不是都记得呢？昨天你都干什么来着？那一天，如果都记得的话，那么你完全都记得吗？不一定记得。那么在上个月的事情你都记得吗？也不一定都记得。前一年的事情你都记得了吗？也不一定都记得。就在这一生之中，前几年的事情你就都把它忘了，更何况前生呢？所以你不记得前生的事情，这不是在做梦，是在干什么呢？所以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在做梦的时候明明了了、清清楚楚的有天道、有人道、有阿修罗这三善道，又有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这三恶道，这叫六趣。这六趣你明明白白它是有的，在做梦的时候觉得它是有的，但当你真正开悟、真正明白了的时候，那么不要说自己这个身体、这个六道轮回了，就连3000大千世界也都没有了，也都空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